Hello， 各位好，那么欢迎和我一起来收看这次的星链发射任务。那么这次是星链6，也就是说是正式 1.0 版星链发射的第6批次和全部大规模星链发射的第7次。那么现在是4月22号吧，下午4点左右，我算是晚了半个小时来看这次直播，因为下午有点事情。总之呢，说这次任务吧。这任务也算是在疫情期间蛮不容易的吧，那么之前首先算是往后推迟了大概半个月左右，然后之后呢又因为在前天吧，应该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呢，宣布又提前了一天，那么选择了天气更好的22号，而非之前所安排的23号来进行这次的发射，那么这个天气原因呢，也是综合考虑了发射场和回收船的海面状况两者的天气原因来选择这个天气的不同选择。那么说是现在情况其实还是蛮不容易，大家都知道疫情其实是对航天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那么空叉之前呢3月底安排的一发那个 SAO 呢是宣布限期延迟了。因为这个也是被国际的卫星嘛，那么卫星供应商他们总归那边要来人，但是也不方便来，所以就导致了很尴尬的境况。那么之后呢，还有那个空军的GPS3卫星，其实也宣布延期到至少不早于6月了。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比较重要的卫星呢，需要比较多的发射场和以及卫星中心等等，就比较人员需要的比较多。现在状况其实不允许。那么这次的星链能够进行正常进行发射呢？那么对于发射场的支持部门，那个45空军那个太空军现在是太空军45他们当时也是给了一个比较大概2页长的声明解释说这次因为这种项目呢，所需的人力资源比较少，大概只需要他们平时的发射场服务人员的1半左右就可以满足这次的发射需求服务需求。之类的来解释说，所以说他们仍然可以在疫情期间进行这次的发射支持服务，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这次其实在这个时间点进行发射是还蛮不容易的。那么这次发射，那么说这另外要值得一提嘛，就是这次发射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应该已经都知道，就是说星级呢是第4次飞行，是1051.4，那么之前发射过的是去年3月的龙飞船演示1，DM1。还有6月的加拿大卫星群 RadarSat 和今年1月份的星链3任务对，据说还值得一提，就是在星链3任务的时候，那个一级降落的时候，就是脚有点瘪了嘛，也可以看到。但是飞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是靠那个冲击芯吸收了冲击，所以说脚的形状呢看着比较奇怪。其实也算是一个也算是在接受范围内的一次比较好的常规降落吧。总归来看这次的发射，我就不啰嗦了。4月22日，佛罗里达肯尼迪中心39A 发射台上的猎鹰9号的现场画面。Hello from SpaceX headquarters in Hawthorne, California. 那么这次是 Lauren 大姐在跟大家进行主播。她这里把它称之为了第7次星链发射。To date, we've launched over 360 Starlink satellites to orbit, and as a reminder, Starlink is a constellation of satellites that can provide high-speed, low-latency internet across the globe, 应该是第320个or completely unavailable. 就是发完这次应该是360个1.0版。Flying today for the 4th time. It previously supported Crew 那么 Dragon's first demonstration 也在说这次1级，之前是第4次飞行，之前飞过3次，我之前所提的，那么就是龙飞船的第1次演示实验和 RadarSat 还有星链3任务，我这里它把它称成星链4任务，大家懂这个意思。那么整流罩呢也是复用的状况，整流罩呢是取自去年的那个 MOS17任务，那么其中的1半是海捞，1半
半是网捞的。那么他们现在说一个对空叉来说最重要的消息，那么就是接下来就是5月27号的，那么正式的载人发射任务。5月27号，这个日期呢已经是比较正式宣布了，应该是不大会有太大的变化。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重头戏啊，超重的戏。那么如果说有任何原因，因为天气、发射场原因或者舰体原因导致发射延期的话，那么就是说终止的话，那么明天的备用窗口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第二天。好，这个非常重要，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为什么上次的星链发射任务中上升中有一个引擎紧急关机了。虽然说最后卫星依然是送到了轨道当中。那么他们解释原因，我听一下。We did not perform that cleaning process on the rocket supporting today's mission, and all 9 Merlin engines, which were test fired on the pad just last week, are looking healthy ahead of flight. OK， 这个是比较没有听到过的原因。Vehicle was housed in our hangar at Launch Complex 39A until about 24 hours ago, when the rocket, along with the Starlink payload, was rolled out to the pad and raised vertical. 那么他就说，现在火箭和载荷呢都是在12个小时前，那么运送到发射场并且直立起来的。火箭底部的2/3呢是一级，比较黑的那些部分，因为是第4飞了，所以说积了不少灰。那么一级是作为呢是把火箭基本上呢送出整个大气层，比较致密的地方。节目没有继续往下讲。那么一级呢，然后会进行一个回收尝试。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of course SpaceX船的回收船的画面，这个镜头应该擦一擦哈。那么1级以上的部分呢是2级，1级以上整流罩以下的部分呢是那么2级部分。2级部分呢有一个真空优化的门铃引擎，那么这个呢在1级完成它任务之后呢，继续将火箭进行加速，送到轨道送抵轨道速度，进入一个椭圆的轨道。那么这次发射流程和上次基本上是一样，15分钟，进入一个210乘以250公里左右的一个椭圆轨道之后呢，就直接进行放出，而不会进行一个圆轨。那么猎鹰火箭预使用的燃料呢是 RP1， 航空煤油和氧化剂呢是超低温液氧。那么刚才应该说是燃料和液氧应该都在加注当中。那么整个罩是 2.0 版的，是。This protects the satellites from aerothermal heating, aerodynamic loads, and contamination during ascent. Once we reach the vacuum of space, we will jettison the fairing as the second stage continues on its journey to orbit. 一旦进入了太空，没有大气非常稀薄的地方之后呢，那么整流罩就会分离，进一步进行减重。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就是说我们以为这次整流罩是会进行回收尝试，这是确实会进行回收，但是他们打算直接进行海捞。你看，就是说是 Mystery 长杆 Mystery 的画面上面那个网啊，就是比平时的要小了很多。那个是海捞用的网，而不是一个空中接球进行使用的网。他说是那么他们的支架和网都在进行一个升级当中，所以说这次呢只进行一个海捞。So with that, the vehicles, satellites, weather, and range are all looking good for an on-time exhaust. 总结一下，那么现在是发射场和舰体载荷都是一个勾的状态。还有讲吗？那么现在回来说刚才那场，说上次那个1级在上升过程当中，为什么一个引擎紧急熄火？那么他这里给出的原因呢是在这里有在插播那个5月27号，那么龙飞船的正式演示实验。This will be the first time that a commercial spacecraft will launch people to the space station, and the first time in nearly 10 years that the U.S. has launched astronauts into space from U.S. soil. 对美国来说，这是扩比了10几年的一个从本土进行的一个宇航员起飞。也是SpaceX 在
NASA 的对于正式载人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里程碑的一个项目，之后呢就会能够正式获得载人的完全全部资格。Both the spacecraft and the launch vehicle are at the Cape and undergoing preparations. And as you may have seen on social, Falcon 9 is getting a special paint job for the demo 2 mission. That's right, NASA has brought back the famous worm logo. As you can see, the logo painted on the demo 2 Falcon 9 booster in this picture. The worm was brought back to mark the return of human spaceflight on American rockets from American soil with the demo 2 mission. 算是一个旧版 NASA logo， 算是一种情怀吧，应该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NASA astronauts Victor Glover, Mike Hopkins, Shannon Walker, and Jackson astronaut Soichi Naguchi have been assigned to fly on Dragon's first 6-month operational mission, which we are calling Crew 1 and are targeting for later this year. 那么就是说，在第一次的，就是除了演示实验第2 1之后呢，还有一次 Crew 1，就是他们说是会有更多的宇航员，应该在今年的下半年，目标是在来进行一个更多的在宇航员的一个飞行。那这次是那么5月27号那次算是演示实验嘛，载人的演示实验。那么之后呢，算是正式的，也就是说常规的载人任务了，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节奏。老人说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一天，我觉得云还蛮多的。对，之前还有他们的还提的就是说，那发射场那边还有佛罗里达最近有飓风和龙卷风吧，应该是对，有龙卷风，离发射还蛮近的，但是好像是还对。这是我自己在说，就是说最近那个发射场佛罗里达那边还有龙卷风，那么39B 发射台好像是还受到了一定的硬件损伤，但是这次发射的硬件都没有受到影响。现在可以看到是发射支架向后撤回了一个小角度，支架也打开了。到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应该是1级的液氧应该早就已经加注完毕了，1级的液氧和燃料应该都加注完毕了，2级的液氧呢应该还是差一个1分钟左右的加注时间。那么现在主播应该就不大会讲话了，那么趁机来解释一下，他们刚才解释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在上次星链发射任务当中，1级上升过程中有一个引擎紧急关机。那么他这里给出的解释是，那么有一部分清洁用的酒精在它的某一处的管道，不是很清楚具体是哪里。那么他说什么 lag， 但是某一处管道当中呢，结冰卡住了，导致呢它们的流动不顺畅。那之后在上航中甚至某一段时间，甚至后续还被点燃了。那么这次的猎鹰9号呢，所有的引擎呢没有做那次就是说上次导致那上次引擎关键的原因的清洁动作呢，这次流程没有进行。那么就是在1个礼拜前进行了一个静态点火之后呢，就没有进行进一步那种上次就是会导致它结冰那个酒精清洁这个流程就直接去掉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解释都导致了上次那个引擎的紧急关。这为什么1级就是说最后没有回收成功？我想应该其实并不是一个特别意外的事情。那么刚刚播报了液氧应该是加注完毕和液氧加注口关闭，待会应该会看到大量的白气喷出画面。那么1级回收失败其实应该是不是那么意外的。首先是一个上次是5飞的1级吧，是非常老的一个1级，硬件老化确实比较多。另外呢，又出了一个引擎紧急关机的情况呢，那么导致应该也是有额外的推进剂的损失所以其实最后的1级回收失败其实应该不是特别意外。他那个降落点火都没有尝试但是也希望他们能给出更多的信息吧。他们在这里给出的信息还只是就是说是引擎关机的原因解释，没有给出后续为什么说直接导致那么1级回收失败的原因。那么现在发射前1分钟已经进入了火箭的 Startup Mode。那么这个时候开始呢 ，Startup Mode 开始呢，那么火箭舰体上的电脑呢和系统呢就完全接管了整个发射流程的控制，和地面就无关了。那么这里是发射前45秒，发射指挥给出了最终的放行确认 ，Go for launch。那么今天应该就是会发了，大概。
我也确实，我也之前在之前的星链任务中看到了发射0秒的时候，因为是那么推力因为过高，所以导致了一个被紧急叫停情况那是很少见，今天这次应该是不会有。也15秒，那么就来进行听一下，我把音量稍稍调大一点。10, 9, 8, 7, 6, 5, 4, 3, 2, 1, 0. Ignition. 好，起飞，有起飞了。什么鬼？刚闪过那个画面。好。那么，9号飞离39号发射台。刚刚也播报了引擎工作状态良好，这个播报还蛮早的。那么大概是发射后30秒，主播差不多该回来了。那么待会儿呢，在发射后大概是1分钟左右呢，会有一个超音速和随之而来的 Max Q， 也就是说，随着火箭速度上升速度增加，而大气密度降低，在空中达到最大动值的时候，就是 Max Q。Moments ago, we throttled the engines down and we'll throttle back up just in a second for preparation for Max Q. 那现在引擎也进入了节流状态，来保证。刚播报传输，稍微进行一些节流，来保证火箭经过 Max Q 的时候动压不会太大。动压通过 Max 好，通过了 Max Q。通过 Max Q 之后呢，那么引擎重新恢复成最高推力状态。Now coming up in about a minute, we will have 3 events happening back to back. 现在呢，因为通过了 Max Q 之后呢，那很快就大气呢就进入了一个压强快速降低的时间。可以看到就是火焰的尾焰开始扩散，这也是因为大气的密度降低。气压降低的缘故，同时呢，因为这种尾焰扩散的这种效应，就是过膨胀效应，所以尾焰的温度也开始降低，所以火焰的就看上去会越来越暗。那么到火焰几乎暗淡到看不见之后呢，很快呢就会有1级的熄火和1、2级的分离以及整流罩的分离这几个动作，2级分离这几个动作都会非常快的展开。可以看到。现在是应该是在2分20多秒的时候会有1级的熄火，还有10几秒的时间。可以看到尾焰已经扩散到非常暗淡的状态了。应该是快熄火了。30秒。熄火了吗？好，熄火，看到了啊，确认了熄火。那么现在应该转入1、2级画面内部啊，1、2级分离看到。那么左边的画面呢是1级看向2级，右边的画面呢是2级的画面。从左边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2级的重新点火啊，绿光也看到了。右边的画面呢是什么都看不到，闪瞎眼的状态。但是刚才从1级的画面应该可以确认了2级的点火。换了个角度，这个角度可以看清楚。2级的画面是引擎一个进入工作状态。那么1级的3个舵打开。那么应该现在已经看到是整流罩的分离，可以看一下啊，整流罩分离确认。也看到了这次的星链的60颗星链卫星。希望呢是能把他们这次呢只能是捞回来吧。这里就说刚才播报在听清的话，再提一下，就说这次的整流罩回收呢只会进行海捞的尝试，而不会进行一个空中接球的尝试。那么原因解释的是 Mystery 和 Mischief 2个船的支架和网都在进行一个升级。上次是有损伤吗？不大记得。Now, while Stage 2 continues on with the primary mission, Stage 1's got its own plans. 那么现在大家都关注的就是希望能这次的1级能够顺利进行回收。那么现在1级应该差不多到达了最高点啊。我们可以解释一下，就是说
那么一级在熄火之后呢，那么它还会随着惯性的状态呢，继续抛物线状态继续往上上升，大概2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之后呢再自由落，那么也不是抛物线就重新掉回大气表面了，就在2分钟之后再重新掉回大气表面，也在6分钟左右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个载入点火，载入大气的时候呢，进行一个初步的减速以至于来保证呢，这个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片冰啊。这个我们之前也看到过很多次了，就是不要再疑问了。这个就是在山格多附近，山格多上面结的冰，这次因为山格多打开之后呢，缓慢的就脱离出来。那么大概在就是说重新落回大气上层的时候呢，那么防止火箭被砸扁。或者说就是说之后的后续过程中过热总共会进行一个初步的减速，大概是20秒左右，以防止火箭呢在后续的过程中过热，也能够呢进一步的精确落点，甚至呢还能够初步的由尾焰呢来改变包裹火箭表面的层流结构，来对火箭起到一个进一步的保护作用。那么在6分钟的载入点火之后结束之后呢，那么之后就应该是最后一次点火呢应该是在8分多钟的时候，将近9分钟的时候，也就是最后的降落点火。降落点火当然就是把火箭的速度减为0，来够实现一个软着陆。刚才一直没有听 Lauren 在讲什么，希望没有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It's basically coasting using the grid fins to steer, and you can see those white puffs occasionally. That's cold nitrogen gas that is being used for additive control. 那么现在的状态都是火箭一级呢是没有什么动力状态，主要呢还是靠那个，但还有呢就是说他们的液氮，就是我们是要看到的白气喷出呢，使它的液氮小喷口呢来进行一个升资的调节。那么应该6分30秒吧，记得是一级的载入点火。对，上面进度条也显示大概是6分30、6分40秒的样子。喝水。其实可以吐槽一下他们的演播室背景，还是今天就是蛮嘈杂的。有的嘈杂就是音量比较大，平时的话感觉人听上去可能会声音种类更多，但是今天的音量还比较大。他们背景不再有点火开始了。Stage 1 FTS is safe. This burn goes for about 20 seconds. 有20秒的载入点火。 4 engines burning at once right Stage now. 2 continues to follow a nominal trajectory. 我们刚才播到是2级的轨道良好。Stage 1 entry burn shutdown. 那么1级的载入点火完成，而且现在的1级的信号连接状态还蛮不错的。通常呢，到这个时候很容易呢，就是会出现画面丢失，因为现在进入大气的比较密的部分嘛。我刚说完画面就丢失了，这个司空见惯啊。1级通常都是在这个点，因为它现在速度会逐渐加快，又进入大气比较密的地方，所以比较容易出现这么一个信号丢失状况。Now this burn on stage 2 is going to continue up until you hear the call out of SECO1 or second engine cut off 1. You're going to hear that pretty quickly after landing. Stage 1 entry transonic. 好，看播报1级应该是亚音速状态。这次总不能再出问题了吧Alright, impact D is beginning to throttle down, getting ready for that second engine cutoff. 那么很快应该就要进入，大概8分半左右的时候就要进入1级的降落点火。Stage 1 landing burn start up. 已经开始了。 Entering terminal guidance. 好，左边看到的是回收船的画面。那么1级的载入着陆点火呢，刚才已经确认是开始了。待会还会有着陆腿打开的播报。画面呢应该到在9分钟才会有，就是已经感觉到震动了来。好吧，我记错时间了。We have cheers. We have a rocket. Awesome. This is the 4th landing for this booster. 这一枚B1051的第4次着陆。To see it there, it's great. Gorgeous day. Gorgeous rocket.
刚才2级画面上还闪掉，好像闪过内部液氧舱内部画面。又闪了一下。大家如果经常去问这个，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经常会问，就说是什么画面？刚刚那个蓝鹰的画面就是一个2级的液氧舱内部的画面。那么又闪过了一下。那么2级因为熄火之后呢，那么就属于一个失重状态，所以内部的液氧呢就会开始在内部游荡，所以经常他们会使用这个画面来确认火箭的失重状态。那么接下来。总归1级这次回收成功了，还很顺，画面卡了一下，但是也没什么了不起的。OK， 哎呀，这个现在前2次失败搞的1级回收失败，搞这次1级回收还有点紧张。其实1级的回收应该算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一个画面了。OK， 简单、轻松。那么刚才提的是，那么再说就说现在应该是进入一个。3分钟左右的宕机时间吧。那么之后呢，就会有载荷的放出。那么载荷放出应该是在15分钟左右的时间。等一下，这次是没有2级的重新点火的。那么这宕机时间可能还要更长一点。反正我也不是直接看直播，我就稍微往快进一下。快进到。few hours or Starlink. Okay. 快点， the satellite deploy. 我已经看到了，其实。About 20 seconds. 从这里看，开始看吧。14分30秒开始看。那么应该是在15分01秒进行载荷放出啊。刚刚其实已经看出载荷放了，我也不想这种直接跳过看，有点不大好。哎呀。载荷放出还能出什么问题啊？对，其实漏说的一点就是，刚刚在宕机的过程这段时间里，应该说2级就进入了一个旋转状态。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画面。2级呢，通过加自身的液氮喷口呢，使它进行对自己的转轴中心呢进入了一个转。刚才卫星放出已经确认了。那么它通过2级的旋转呢，靠转动的惯性呢，把卫星就直接一次性的甩出去。那么画面应该很快就有了。我们可以看出已经被甩出去的整2叠的星链卫星，整整60颗。周围有个这个阳光角度搞出了一个光晕哈。这次底部好像是有点塑料的质感，这个是不知道是不是能够进一步减低那种它的反光问题。那么之后呢，在接下来的接下来的几周时间内呢，那么新的卫星呢会用它自己的科技推进呢进行一个爬轨和圆轨和分开和自己的爬轨，先在390公里的测试轨道上工作一段时间，确定良好之后呢，后续还会爬升到最后的550公里正式工作轨道。不对，测试工作轨道应该是在400公里吧，400多公里的地方。总之这次的发射任务就到这里，还有什么想提的吗？好像还有什么想提的漏掉，那么没有关系吧，有什么想提的之后在评论区或者之后的动态里面还会向大家更新。那么接下来呢，应该是我个人的猜测呢是不大会有下一发的星链卫星啊，就是说应该下5月的话，它应该就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留给那么接下来的正式的载人测试项目测试发射。同时因为疫情原因，我觉得下一次就5月再进行一次新的卫星发射的可能性不是特别高，有可能就是要等到就是说载人任务结束之后才会有下一发的星链了。那么对这次的任务还是一个总结一下嘛，就是还是一次没什么很平常的一次其实平常才是最美好的，对吧？很平常的一次升空火箭发射升空和1级的降落回收和载荷的顺利放出。那么这次也没有听到就是说他们星链的卫星做什么额外的修整啊？上次星链的时候他们播报的时候还说在后续的任务当中可能会进行一些进一步的为解决星链对
天文观测污染方面进行一些新的改进。那么可能应该看上的是没有包括在这一版的星链当中的。从刚才包括星链放出的追踪镜头里面，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它底部的材质呢，可能更加偏塑料一点，可能会在火箭升到最高轨道之后呢，对它的光污染影响会小一点。但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一点，就是说大家经常看到星链火车，那么也就是说现在是最为被诟病的，就是说被普通人诟病的一点，但反而不是天文学家最关心的，就是说星链火车那种非常亮的就是光污染的话，其实呢主要是因为是太阳能帆的反光，因为它在星链在爬轨上升过程当中呢，它会为了照顾通气动力学呢，所以说把星链这个太阳能帆呢是顺着它前进的方向放，这样会导致呢比较大的一个太阳能光的反光面积。而最后进行正式工作轨道之后呢，它反而会把太阳能帆竖直起来，就进入一个和地面垂直的状态。那个之后呢，太阳能帆的反光问题就全部没有了，所以看到呢只是底部那个板底部一小块的反光问题。那个时候光污染就大大的减轻了，而且如果通过材质的改变或涂黑之类等等的方案呢，可以显著的降低它的反光污染。而是对于上升过程当中太阳能帆这种反光呢，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办法，但也不是天文学界关心的重点，那个其实影响是相对比较小的。那么差不多就解释到这里吧，我也啰嗦的够多了。那么这次直播就做到这里，大家下次见吧。下次应该就是最重要的，那么龙飞船的直播，龙飞船的那么载人项目了。那么大家就到时再见。好，那这里拜拜。